我听说中国拳花条很多，软手软脚的，是不是？任何拳术练得不好，都是软手软脚的。那么，怎么练才不软手软脚呢？这当然要从腰部着手，知道腰马合一。但是这群员工却还是满脸不屑，戏谑的让男人展示一下腰马合一。谁知男人却脸色一变，他害怕自己这一脚下去会让这群员工见祖宗。没想到下一秒员工就拿出了护具，只搁那等着看他丢脸。谁知就在他准备出脚之际，大厨却走了过来，叫众人赶紧去招呼客人。员工们只好作罢，可他们不会知道，不久后男人就会用行动向他们展示什么才是真正的 Chinese 功夫。就在几天前，男人第一次来到罗马，因为还不会说英语，人生地不熟的他本想问路边的一个孩子哪里有吃的，不料他夸张的演技竟然把孩子给吓哭了。之后，男人又兜兜转转来到一家餐馆，看着眼前的全英菜单，男人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跟服务员对话，只能字正腔圆地说汉语点单。鸡蛋。无奈之下，男人只点了列表上价格最便宜的几道菜，可他没想到服务员竟端上来5盘汤，这下男人不得不硬着头皮把这5盘汤全喝了。男人名叫唐龙，这次来罗马是按照师傅的嘱托，找一位名叫陈清华的小姐给其提供帮助。正当他不知道该如何寻找陈清华时，没想到刚一出餐厅，就看到了一位和照片上一毛一样的中国女人。唐龙，陈清华小姐。陈清华告诉唐龙，这次请他来帮忙主要是自己开的餐馆经常遭到小混混闹事收保护费，并且他们的背后还有商业集团撑腰，目的就是逼着陈清华卖掉餐馆，拿下餐馆的地皮。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还得教会唐龙如何在异国他乡生存下去。陈清华先是带着他来银行存钱，接着又嘱咐他要学会热情待人，怎料唐龙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陈清华身后的女人身上。人家对你笑，你也应该对人家笑，这是礼貌。人家用手搭着你的肩膀，是表示热情，表示好感，你就应该更热情的对人家，这样才行嘛。见女人搭到了自己的肩膀上，唐龙也现学现卖，和女人开始勾肩搭背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紧接着女人就拉着他的手一路来到屋里。唐龙这才猛然意识到，女人是一名站街女。一阵腥风血雨过后，唐龙离开了房间。这时陈小姐餐馆里的员工阿坤前来接他了。陈小姐等出来了，已经回餐馆去了，叫我带你。之后，阿坤就带着唐龙来到了餐馆。由于受到小混混的影响，餐馆里没有生意，员工们只得在后厨练习空手道打发时间。阿坤为了显摆一下，就吹嘘唐龙是香港来的拳术家，中国拳打得很厉害。见几个员工一脸不服气的样子，唐龙只得给他们展示一些自己的独门绝技腰马合一。随后，几名员工便拿起垫子示意唐龙展示。可就在唐龙准备出招时，餐厅竟然来了客人。这下员工们只能去换衣服做饭。谁知店里的客人刚坐下，娘炮老何就带着几个混混把他们给赶走了。随后老何又狐假虎威，说自己的老板让餐馆今晚给个大付，低价卖掉餐馆。老何走后，几个面色不善的混混又闯了进来，其中一人直接向服务生要了一份中国排骨。 You don't know what Chinese fairies are? Well, let me show you. 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员工们当即就提出和混混到外面单挑，可他们只会一些空手道的皮毛功夫，其中一人刚摆好架势就被一拳撂倒在地，混混们就大笑着中国功夫不过如此。 Chinese boxing. 他妈，这洋鬼子不识货，当那些中国拳。我要是懂中国拳的话，我就让他尝一尝中国拳的味道。 就在这时，唐龙站了出来，向他翻译，这才是中国拳。哎，Chinese boxing。 只见他摆好架势，轻蔑地向大胡子勾了一下手。没等大胡子出拳，唐龙就使出金龙拳第4式小龙问路，踢断了他的肋骨。接着一招大龙摆尾，直接把大胡子踢倒不省人事。剩下3个地痞流氓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唐龙将4人全部打倒。经此一战，其他员工对唐龙刮目相看，杨清华也亲切地称呼他为龙哥。第二天，几个员工更是小迷弟附体一般，围着唐龙让他表演一些中国功夫。唐龙不好推脱，只好当众表演了一番腰马合一。他出腿速度又快又稳，只是一脚就把人踹出去几米远。这些员工们对他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几天之后，唐龙保护着陈清华一起下班回家，怎料一打开门就看到一个拿着枪的老外正在沙发上不怀好意的坐着。My boss wants to see you. 看着老外手里的枪，陈清华被吓得不敢吱声，可唐龙却丝毫不慌，趁其不备丢出飞镖，扎穿了老外的手掌，接着一套丝滑小连招将老外打昏过去。最后唐龙直接把老外拖了出去，手枪也顺便被丢出窗外。看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手下，老板顿时气儿不打一处来。他质问老何为什么这么
么久还不拿下餐馆？老何赶忙解释，是会中国功夫的唐龙在帮助陈清华。与此同时，在朝夕相处之间，陈清华早就对武艺高强的唐龙有了好感，他主动邀请对方一起去外面看风景。殊不知，这次老板居然带了一群人冲到了餐馆，点名道姓要见唐龙。几个员工还想和他们切磋一下，可当混混亮出手枪之后，他们只有举手缴械投降的份儿。此时的唐龙和杨清华还不知道危险已经降临，他们刚溜达完一圈准备回去，谁知刚推开门就被2个持枪的混混给挟持了。见陈清华被他们拿枪指着，唐龙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只得被混混带到老板面前，连着被扇了2记耳光。老板的意思是说，大家都是江湖上跑跑的，慧眼识英雄。他觉得你是一条汉子浑身的肌肉，我不想伤害你。这是你的飞机票，让你回香港去好好的过年，不要再多管闲事了啊！不过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，下一秒他就趁其不备，一拳将老外打倒。解决完老外之后，唐龙换上了经典套装，拿上专精武器双节棍，迅速杀回到餐馆。只见他从怀里掏出飞镖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几个持枪的混混，随即3下5除2将其余混混全部打倒。老何本想和老板一起逃跑，怎料唐龙直接丢出双节棍拦下2人。想的翻译，如果他再来捣蛋，当心他的脑袋。然而老板不打算就此罢休，几天之后他就下达战术，如果陈清华再不签字卖掉餐馆，他就会在大年初1的12点钟派杀手除掉唐龙。为了唐龙的安全，杨清华只好和员工们商量，准备编个理由让唐龙回香港。此时的狙击手已经偷偷瞄准了唐龙的卧室窗户，屋外的鞭炮声和枪声相似，每一次爆炸都使得杨清华心惊胆战。眼看12点钟声就要响起，情急之下，杨清华只得把实话告诉唐龙。然而唐龙对此却不以为然，说自己的职责就是保护他。就在这时，狙击手已经扣下了扳机，好在这发子弹有些偏移，唐龙侥幸躲过一劫。看着窗户旁的弹孔，唐龙猜出了狙击手的大概位置，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去。为了防止狙击手架枪瞄准自己，他故意利用假动作开门，骗其开枪，接着再趁其打空弹夹扔出飞镖，不偏不倚地扎在狙击手的屁股上。可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狡猾的老板竟趁唐龙出去的功夫绑架了杨清华。如果他不在卖餐厅合同上签字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就在老何威胁杨清华签字时，唐龙带着员工们杀了过来，他果断丢出飞镖打掉混混手里的枪，接着又和员工们一起把混混打得落花流水。You're crazy！ 我告诉你，龙哥，他不懂中国话的。再次警告老板不要打餐馆的主意后，唐龙就带着杨清华离开了。怎料恼羞成怒的老板决定再次挑战唐龙的底线，他假借和谈的名义约唐龙来饭店见面，之后雇佣了2名日本拳击手在半路截胡，打算在荒郊野岭将其做掉，以绝后患。哪料到俩人除了能欺负弱小的员工们，根本不是唐龙的对手，不到20回合就被唐龙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而就在这时，躲在角落里的老何让唐龙过去，唐龙万万没想到，这边他刚离开，一向慈眉善目的王叔叔就直接捅伤了员工们。你要明白，公子不出头，我已经苦了半辈子，到现在还是2手空空的。我的老婆和儿女，他们都在香港等着我。只要餐馆跟他们合作，我就可以拿到大笔的赏金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可以回香港去享福。你要明白，这是我的苦衷。我的苦衷。与此同时，唐龙一路追着老何来到了罗马斗兽场，很快他就在这里遇到了空手道冠军的黑带高手，2个人只是对视了一眼，就开始各自做热身运动，随即展开搏斗。一开始双方打得有来有回，但很快唐龙就占据上风，一套李小龙式连招解决了对方。就在他回去的路上，王叔叔却谎称一切都是老何的暗算，想趁其不备背后给他一刀。没想到这时气急败坏的老板直接开车来到现场，二话不说射杀了老何和王叔叔灭口，接着打算杀掉唐龙报仇雪恨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杨清华带着警方赶到现场，将老板逮捕归案。终于一切尘埃落定，餐馆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而完成使命的唐龙决定回到香港生活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杨清华的眼神中万般的不舍。在这个一刀一枪的世界上，唐龙走到任何地方都需要武力高涨。这是李小龙生平第一次自编自导自演，也是他去世前最后一部上映的电影。据说当时首映时，影院门口围个水泄不通，连警察也束手无策，可见李小龙的影响力有多大。不仅是他打的一手好功夫，更是因为他拥有身为中国人的强烈责任感，一步一步将中国功夫发扬光大，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人真正的样子。